男嘉宾小赵23岁，来自河北待业；女嘉宾小杨22岁，来自河北幼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了？3年了吧？3年了哦，咋认识的？就是通过朋友之间，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认识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清纯，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小鹿乱撞，感觉屁股有火烧了就坐不住。然后后来我就找他要联系方式啊。后来呢？后来呢也小追了一阵儿，因为我们不在一块儿那时候。哦，异地啊？他在张家口，我在宣化，有张家口和宣化的距离。啊。后来呢？很好，就好到现在了。没有，期间有过一次分手。谁提的？我提的。为啥？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是他叫我出去跟朋友吃饭嘛，我就不太愿意，因为就是好多人都是不认识的嘛，然后我就不太愿意，没有跟他出去。他吃完饭回来之后，然后就跟我吵，然后就骂了我。因为我的朋友都带对象吃饭，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他就不跟我一起去。那你也不能骂人啊。我没，人家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啊，想去就去，不想去人家可以不去，就分手了。对，因为从小嘛就没有就是受过这种委屈，然后当时就感觉挺委屈的。但是我之前对他都特别的好，你再好你也不能说要求别人，别人不做就发脾气啊。因为我就觉得对我伤害也挺大的，因为之前特别的好，然后突然就分手，后来也挽回不回来了。然后呢，我就要去当兵啊，然后呢？然后去当兵说来也巧了，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心脏有点事情，然后就没有走了。但是我就是还想他啊，然后我想找他复合啊。然后当我过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事情已经不是当时那么回事了。咋了？就在我要去当兵再回来，就这么短3、4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已经有对象了又。这太快了吧？因为当时就是比较伤心嘛，然后比较委屈，然后就又找了一个。那你找了吗？然后当时我为了报复他，我也得找一个，然后我还专门找一个就是他认识的女的。因为目的就是不纯的，结果当时也追上也好了，结果好像没搞2月，人分了。为啥？因为目的不纯呗。是不是你们俩又复合了？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复合了。那你们俩不是害人吗？也害己吗？你们干嘛呢？行，年轻，就在一起了是吧？对。但后来呢，我们好了以后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忽然间发现，就根本不是一开始我想那么回事儿啊。咋了？因为后来呢，忽然间我就知道，她前男友跟她搞对象的时候，她前男友出过轨，然后出轨以后呢，她居然还会原谅她的前男友。当时我就特别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我之前分手，我再三恳求她都不会原谅我。你较那劲干嘛呀？因为我觉得她爱那个男的就爱的比我要多，连出轨都能够原谅。他不是后来又跟你回来了吗？我就感觉这是触及原则性的问题，都已经出轨了还能够去原谅。因为当时就是我在上大学嘛，然后前男友就是出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他就一直死缠烂打的，然后就求我，然后跟我保证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态度挺诚恳的，一心软，然后就又原谅他。这不都是前男友的事儿吗？那你们俩交往有什么问题吗？那个时候呢，我们俩出去逛街，然后我就翻朋友圈，我就碰见我前女友发朋友圈吧，我就顺手点了个赞啊。然后就让他看见了，他就抓住这个事儿就不放了，就说好像我还点赞，说就反正就是不行，就刨根问底，一定要问清楚到底咋回事，就反正就跟我闹不机密了，就当时。他说我那个是原则性的问题，那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原则性的问题，哪有就是女生不介意自己的男朋友，然后还和前任有联系？行了，除去前男友和前女友之外，你们处的怎么样？我把前女友的任何就是聊天方式呀、照片全删了。但是我后来也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又咋了？我就是跟别的异性有联系也不行，就是聊会儿天他都会趴过来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不许跟他聊。如果我要是没解释通的话，那就完了，今天晚上连饭都吃不了了。真的吗？比较介意吧。就是吃醋呗，现在。啊，对。那你现在会吃他的醋吗？那是肯定的，我肯定也吃醋呀。什么时候他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吃他的醋呢？就比如说吧，我们平时上网，我觉得那网上的。反正就是不安全吧，也感觉那时候他上网，因为他要跟别的男孩子语音还有聊天，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觉得不舒服，我都不能跟女的孩子连说话都不行了，然后他打游戏也在那开语音。所以你们俩现在其实彼此对对方都是不信任的呗？我不是不信任，我就觉得。你信任他吗？我觉得有些事就是
他没有跟我说需要沟通。那你觉得他信任你吗？我觉得信任我，看得太严了，就是。不信任你还看你看得那么严啊？那还是信任你？我觉得他没有。我这么问吧，你信任他吗？信任他。信任啊？对。行，那你信任他吗？信任吧，就是，反正就特别介意他跟女生聊天。不是介意，为什么还是信任呢？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会暧昧。我再问吧，你们后悔你们曾经分手吗？后悔。后悔。你们后悔你们分手之后又彼此都交往了吗？后悔。后悔。你们后悔你们又在一起了吗？就是还是觉得之前的比较好嘛。你指的之前比较好是前男友比较好，还是在没有分开之前那种感觉更好？就是没有分开之前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其实这段分手和彼此的交往，至少女生在心里面留了一些东西，是吧？男生有吗？也有。其实没有分手以前，我是特别信任他的。嗯。但是后来呢，我这儿把前女友的东西都删完以后，然后我都不联系了。但是呢，他没有做到。然后后来我就有点那种半信半疑了。他没有做到是指他还跟他的前男友联系是吗？对，没错。是他主动跟我联系的，不是我。为什么联系呢？就是因为我跟前男友捡到过一只流浪猫，他那边养不了了，然后就是求我帮他去养这只猫。然后他这儿就不行了，然后就觉得我和前男友有什么联系？是这么想的？对，我就感觉他前男友那时候都出轨了，然后你原谅他，然后他后来把猫给你，然后你还要帮人养着，而且现在都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然后他前男友的东西他要拿过来让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是我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连见都不想见那只猫啊！就是你见到猫就好像见到他前男友了呗？对，我就感觉这前男友给他的东西，然后到时候还要有种精神寄托的那种感觉，好像就。那你们现在在一起住吗？我们现在没有在一起住。对啊，那他养他的猫，你也不影响你啊。我有时候去帮他收拾家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就不行，这就是在我心里就是一根针。然后我后来就用我的办法，我找我身边的好朋友，我说把这只猫，那哥们猫给你养去吧。好好养，好好照顾。然后我对象平时想看啥能看，然后当时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但他就不行，他还怪我。我反正就觉得啊，他这个事儿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哦，没商量。对，毕竟我也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嘛。然后他就私自送出去了。行，那你们俩这次为什么而来呢？我现在因为就是我的父母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现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我觉得我有能力照顾他吧。从小我就很独立，然后我就想把他接过来，因为他平时自己一个人住的话，下了班以后就没有时间吃饭呀什么的，就他总胃疼。然后我想把他接了，就跟我一起住，这样他还能不用租房呀，缓解自己压力啊什么的。然后我还能更好的照顾他。但是就是这样，我出于好心，但是他根本就不同意。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年龄也比较小，另一方面就是我父母不同意。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阿姨和叔叔那边我可以去跟阿姨和叔叔说，让他父母放心。但是我去说这个事儿，他根本就不让，他连父母都不让见。有一次我想去找他们，去他们家找他，然后顺便我就想趁机见见父母，结果还没等到他们家，让他知道我来了，直接把我撵走了。我原本是好心，但是就感觉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也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他父母对你什么态度，是吧？对，我并不知道。行，我们有段采访你听一下，我们都听一下啊，来。您同意您女儿跟小赵交往吗？我肯定不同意。不过平时就听闺女说的，小赵是离异家庭长大的。我刚才说了，你不要跟他在一块儿，他不听。离异家庭的长大的孩子吧，好多都相感不好。我女儿自打和他在一起之后了，经常回来都相情不好，我就觉得肯定是这小子又惹他生气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跟他说了，我肯定不同意，也不让他再回来给我继续。你妈指的你现在这个跟他谈恋爱以后，经常心情不好，是有这么一回事吗？对，心情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对我跟异性之间的就是那个关系也比较敏感。就是我现在不是在那个幼儿园上班嘛，都没有男同事，但是他就是还是不放心我，每天都要去接我。然后就有一次小朋友的父亲，然后在那儿跟我说话，应该是激动了，然后就拍了我2下，然后他就看见了，然后就一直有缠着这个事，然后就不放了。我现在还是想说一下刚刚阿姨的那个看法。我觉得我把我所有的爱都去给他一个人了。其实我的父母对我都很好，但是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我不想去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了。
离异家庭并不是我的错，我也想把我所有的爱，我所有的时间，我都希望对他好，能够让他幸福。你知道，我是过于的偏执，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没人说你错啊，你要问问这个你时刻想关心和关怀和爱的人，他是不是接受你的这种爱呀？你接受吗？觉得很累。来吧，老师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很多人认为说离异家庭成长的孩子将来的离婚率会高一些，我查了一下数据，没有数据支持。确实有研究证明说离异家庭对于孩子的整个性格养成是会产生一些变化的，但是并没有说这个性格变化就一定是向坏的，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你妈妈这种态度啊。当然老一辈的人出于对你的关心有这样态度，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就是你妈的态度是你妈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你的态度。我觉得赵川老师刚才说一个关键词是非常非常正确，就是开心。爱情中的管理，我教你们一句话，想通了我这句话，你们就知道爱情里面是怎么管理的。爱情里面的管理是对底线的管理，不是对个人边界的侵袭。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连点个赞都管他，连养只猫都管他，这叫对个人边界的侵袭。你设底线嘛，你不要越过我的底线就好了，这才叫管理。想一想，过了那么多年，到最后都没有让对方开心，这叫谈什么恋爱呢？这叫因为我的执念，所以我要牢牢地占有你，对吗？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尚达老师。你们俩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心结，就是在于男生认为说，哎，当年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只是犯了那么小小一个。哪儿了？所以，一个假象的借口，一个无辜的人就出来了，这是母亲。哦，原来你们之间所有的矛盾是来自于女方的母亲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啊，居然是男方是离异家庭的背景，怎么可能？刚才母亲已经说了，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女儿心情不好。而心情不好来自于这个未曾谋面的这个男孩，使他女儿心情不好。好，那我能多了解一下这个男孩吗？你肯定说他们家是离异家庭，你肯定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把他的家庭背景说出来，我想他的母亲一定也不同意你们之间的感情，因为这个男孩让我女孩心情不好。你介意他是
离异家庭吗？不介意。不介意。好，那心情好与离异家庭无关。回到你们俩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男生，你明明知道自己偏执，为什么不能改？因为你自控能力很差，这是你身上最大的问题。你们第一次的分手，就是因为你冲动的去辱骂了女孩，女孩受不了，分手了。马上你做的动作是什么？要去当兵。你没有想尽方法认识自己的问题，去挽回这段感情，但是你去当兵，你要走，当然没走了。那好，怎么办？报复，就找另外一个无辜的女孩，对不对？后来还是要分手，你对她发火一定是经常性的事情。等等的，我去接你就要看着你，都是你的自控力的问题，明白吗？明白了。而女孩呢，一次辱骂或者一次吵架你都能分开，是吧？这么刚烈的一女孩，居然能够原谅自己男朋友的出轨行为。你到底你的原则性在哪儿呢？好，原谅了那个男朋友的出轨，居然这个男朋友为前女友点个赞都不能允许，你的点到底在哪儿？你应该怎么爱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真正的问自己，心情不好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觉得你和他可能在一起已经不适合了，你们俩之间的出现的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不是家长的问题。家长在这点很无辜，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蒲老师。如果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喝醉了，打了你的电话，叫的是前男友的名字，你觉得她更爱你还是更爱前男友？更爱前男友。因为她叫的是前男友的名字，是吧？对。但有些人说，但她拨打的电话是你啊，说明你是她最熟悉、最依赖的那个人呢。这怎么解释呢？能喝醉了随手拨打出去的电话，一定是自己最信赖的人。所以有些事情啊，就看你怎么去想。你可以这么想，你也可以那么想。你说他可以原谅前男友的出轨，你说因为他更爱他，我也可以认为他是更不爱他。我既然不爱的话，你出不出轨跟我来说就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说他连对于你跟别的女人点赞都不能容纳，你说他没有那么爱我，那我也可以理解为他连你给别的女生点赞他都吃醋，那说明他很爱你啊。所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去证明一个人更爱自己，并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在于你自己内心深处。你要是觉得他不爱你，你怎么想你都可以找出理由来说他更爱前男友。如果你认为他爱你，你也能感受到这种爱，那么很多理由你自己也能解释得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诚实一点，诚实一点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到底爱他有几分？他到底对我怎么样？虽然爱情有的时候是盲目的，但有的时候自己的内心的那杆秤是骗不了自己的。咱们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这些年来兜兜转转的又复合在一起，到底是因为什么？前两天抖音上有一个视频特别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跟这个女生没关系。你去改，你去成长，你不要拖着别人陪你成长，它不是你成长的一个代价。我的建议是，请彼此不要为难自己。如果你们真的爱对方，试着学会离开，给对方一个空间，让彼此去成长。我倒觉得，如果你们这次分手了，2到3年都没有去谈男朋友或女朋友，都没有新的情感开始，也许下一次你们再相遇的时候，再次开始，你们会特别的幸福。别这么拧巴在一起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也许我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清自己吧，有时候自己就控制不住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后面会做出一些很过分的事让你接受不了。但是我心里真的从始至终，我心里都一直想着是你，就没有想过别的。我知道你对我的好，就只是你太过敏感了。我觉得我就是我想得到你对我的爱，我想就是有的时候也许就因为你一点没有关心到我，也许我就会特别的失落，因为我把有些我自己身上的想法强压到你身上了，就后面我会去想办法改正。我想和你在一起，还是。唉，谢谢2位啊，男生也很坦诚，回去吧，谢谢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好吗？谢谢。好，请回。来，请关门，来，请开门。